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各个村庄里，每天清晨你都会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每家每户都会走出几个女人，汇聚在一起后浩浩荡荡地出发。大多数女人都是村里的小老婆联盟的，因为马哈拉施特拉邦有一夫多妻的传统，一个男人有3、4个老婆是常事。这些小老婆们的头上无一例外都顶着一个罐子，有的罐子是银制的，有的是陶制的。她们很安静，一个跟着一个朝池塘或水井走去。土地干旱开裂，如同老妪坑坑洼洼的脸庞，近40度的气温似乎将空间都热得扭曲。在这极端的环境下，他们汗如雨下，汗水从额头落下，流进眼睛里。地面如同烧热的铁板，炙烤着他们未穿鞋的脚。打好水后的罐子有20几斤重，他们像耍杂技一样，照样将罐子顶在头顶，稳稳地往家的方向走去。他们的脚步不敢慢一分，因为家中的丈夫和孩子还等着用水，于是只能强忍着环境带来的不适，完成自己打水的旅途。顶着银色铝罐的他们行走在开裂的土地上，就像是老妪干裂的脸上留下一颗颗珍珠泪。在印度，这样的女人不在少数，她们就是印度水妻。印度的男人为什么娶这么多水妻？他们为什么不参与打水的工作？水妻这个群体面临着什么样的生活挑战？今天就跟随我们的讲述，一起走进水妻们凄惨的一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印度人玩抽象的事情可不少，有在飘满动物浮尸的脏污恒河洗澡的，有用脚踩水果榨汁，徒手抓饭盛给顾客的，还有喜欢把玩蜥蜴和汽车尾气管的。而且印度女性地位低下，男女不平等。在偏远的农村，12、13岁的女孩才刚发育，就被父母安排嫁给老男人为妻。当然，这些只是某些人的个人喜好，或者是社会的公共习俗。但不可否认的是，哪怕现在是现代化社会，印度在多方面也仍然保留着较多的传统陋习，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推崇血统论，将人分为4个等级，这是雅利安白人为了永久划分阶层、奴役底层人民的封建糟粕制度。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种姓制度被废除，但实际生活中，印度人的身份等级依旧森严。这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制度并不少。还有一个制度在20世纪60年代被废除后，依旧在印度偏远农村地区还普遍存在，那就是一夫多妻制度。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那里的男人几乎都有2个老婆以上，如果是地位尊崇有财力的男人，甚至有5、6个老婆。白天有大小老婆洗衣做饭伺候自己，晚上可以选择心仪的老婆服务自己。就算是一穷二白的男人，也会有女人愿意给他做小老婆。看到这里，大家不禁会问，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男人到底有什么特长？为什么那里的女人都愿意和别人共侍一夫？是因为女人多男人少吗？还是当地的封建思想太过根深蒂固？其实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这里的男人娶多个老婆是为了一件很日常的事，那就是打水。被家中男人娶来派去打水的小老婆被称作水妻。在婚姻关系中，妻为尊，妾为卑，而水妻连妾都不如。他们的作用就是每天顶着水罐去10几公里外的水源打水。水妻群体在家庭中的价值，说白了就是一个可供男人使用的水龙头或水管。他们像是一个商品，被剥夺了女性的权利，遭受着非人的对待。有些水妻不被允许与丈夫生下孩子，即使生下了孩子，水妻们也无权分享丈夫的财产。在家中也没有独立的房间，在丈夫和大老婆的房间拉一块布隔开就是她睡的地方。水妻要等丈夫、正妻和孩子吃完饭才能去吃饭。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丹嘎马尔村，居住着上千人，约有200个家庭。一般的家庭都有1至2个水妻，更别说更富裕的家庭了。一个村子的水妻数量都有接近500人。为什么每个家庭都需要这么多水妻？这水有这么难打吗？需要动用这么多女人？
你还别说，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打水还真是件麻烦事儿。这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气候和人文习俗有关。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在印度，就有6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困境，这几乎占了印度总人口的43%。但印度拥有的淡水资源仅占世界淡水资源的4%，这点水根本不够占世界人口16%的印度人使用。而印度中部地区是整个印度最干旱的地区，马哈拉施特拉邦就位于印度的中部，受季风气候和地形的影响，马哈拉施特拉邦常年降雨量稀少，气温高。经过多年的干旱，该邦河流水流量逐年减少，就连水坝和水库的水也很难供全邦人使用，人们没办法，只能不停地开采地下水，但都是杯水车薪，还将当地的水资源破坏殆尽。马哈拉施特拉邦有80%的地区都易受旱灾的影响，超过19000个村庄无法直接就近获得日常用水。简而言之，就是这些村庄的每家每户家里都没有水龙头可以接水使用。想要水，村民只能长途跋涉跨区打水。就拿丹嘎马尔村来说，这个村子每到夏天都会遭遇旱灾，天气都热得可怕，太阳会晒裂土地，晒干水井，晒死耕牛，有时候旱季还会持续8个月之久。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人们每天花在打水上的时间可高达10几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不是在打水就是在打水的路上。农活不用干了，家务也没时间做了，更没办法谋生，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于是丹嘎马尔村人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扩大家庭的人口数量，大家轮流去打水。村里的男人大多早早的就结婚了，这样自己就能去干农活，打杂工，让老婆去打水。这个方法一开始还行得通，但从老婆生了孩子后，就越来越难以实施了。老婆要在家里照顾孩子，打扫卫生，煮饭菜，外出采集食物，哪里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打水呢？那就多生点孩子，等孩子长大了，家中的劳动力也就多了。在印度村庄，很多孩子从刚学会走路，就得帮助母亲承担家务活儿。女孩们常常跟随母亲外出打水，小小的身躯并不能负重太多水，能拿5、6斤水都已经很厉害了。要想像母亲那样能打20、30斤的水，还得等孩子10几岁才能有可能，这等待的时间成本可太高了。男人们思来想去，干脆还是再娶一个小老婆吧。这下好了，大老婆顾家顾娃，小老婆打水，男人在家坐享其人之福，天伦之乐。可没过多久，这个办法就又不行了。随着夫妻俩不停造人，家里吃饭喝水的嘴巴越来越多，谁也不够用啊，小老婆也打不过来了。那行吧，再娶一个，2个小老婆总够了吧？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的确是够了，但对于家底丰厚的家庭来说还是不太够。于是又多娶了几个小老婆，反正山高皇帝远的，中央也管不到偏远山区有一夫多妻的恶习。再说了，真要管，那就是断人生路，家里没人打水就都是死。国家要是没办法解决水资源问题，那就别来解决村子里的一夫多妻问题。久而久之，一夫多妻解决打水问题的妙招就被复制粘贴到了马哈拉施特拉邦各个村庄里，几十年下来已经成为潜移默化的习俗了。这些专门打水的小老婆们也有了一个俗称，那就是水妻。男人们一般不会参与打水的工作，他们要去农场、镇上工作，挣着微薄的工资，家中的日常起居就得靠女人们来维持。按理说分工协作，共同经营一个家庭，大家都是各取所需，再正常不过了。可你要是知道水妻们是怎么打水的，你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水妻不仅要面临身份地位的歧视，日常生活中要面临的挑战可不少。在丹嘎马尔村，家里不仅没有自来水，村里更加没有公共水龙头，要想打水只能前往村庄附近的一座山下，那里有2口水井，是最近的地方了。最近的水源自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除此之外，就是时不时来村里的水车，每天排队的人可不少，因为抢水而引发的 battle 更不少，经常能看到女人们互相谩骂、打架、揪头发的场景。没办法，有些家庭注定只能前往更远的水源打水，打水所需的时间就更长了。这意味着水妻要面临极大的生理压力。23岁的寡妇普利亚在嫁后就成为了一名水妻。她在嫁的男人并不富裕，她看中了男人的家庭成员比较简单，家里没有年迈的公婆，只有一位正妻和正妻所生的2个小孩。她是这个家中唯一的水妻，家里人相对较少，那用水需求应该也不会很高。哪怕这个家庭一贫如洗，对于她这个寡妇来说是赚到了。她虽然不是水妻中最年轻的，但却是经验最缺乏的。于是她只能跟着村子里的水妻们一起结伴去打水。水妻们一般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要起床出门打水了。普利亚头顶着2个摞起来的空罐子，跟着大部队一起走。村庄和水源的直线距离有12公里，但路程却一点也不好走，一路上要穿越田野、山坡、荒芜地，时不时要上坡下坡和绕开无法行走的路，总脚程可不止10公里了。而且大多数水妻的脚上还没有鞋子，只能多加小心，希望不要踩到尖锐物让脚受伤。头顶着罐子，还要不时注意脚下，才走到1/3的路程，普利亚就累得不行了。更要命的是，随着太阳逐渐升高，气温也随之爬高，炎热的太阳炙烤着头顶的罐子，仿佛是在顶着一个火炉，脚踩的土地也开始发烫，仿佛是在烧红的铁板上行走。好不容易走到了水井边，水妻们以为能稍微休息一下了，结果水井边挤满了人，大家围着水井争抢着一点点水源，女人们谩骂着、推搡着，有的甚至还在扯头发打架。如果是去到人少的水井，水妻们也只能围着水井稍作休息，呆呆地看着水井里几乎干涸的水，明白自己在这达不到太多水了，或许下午还得再换个地方打水，重复疲惫的工作。水妻们拿出一条长长的绳子，绑好塑料罐，便掉下水井中，舀上水后就倒入放在水井边的铝罐里，不停地重复这个过程，直到铝罐装满。有些水妻打好水，马不停蹄就走，有一些则是坐在石头上继续休息，等到一起来的伙伴们都打得差不多了，他们才一起返程。因为休息花了一些时，返程时他们只能加快步伐，毕竟全家人都等着用水呢。但回去的路可比来时的路难走多了，因为装满水的罐子太重了，水妻们纤细的脖子很难支撑这个重量。普利亚只能举起双手稳住罐子，艰难地往回家的方向走去。水妻们不再像来时还能聊聊天，大家为了节省力气变得安静无比，只想快些走完脚下的旅程。等回到家时，已经是下午3、4点了。水妻们皮肤被晒得通红，脚被路上的小石子划伤，头晕脑胀，嗓子冒了烟，脖子和腰如同灌铅一样酸痛难忍。而这样的打水工作几乎每天都要做，普利亚只能安慰自己，或许未来习惯了就好了，能为新家做出贡献，他也算是有用之人了。水妻不仅要面对繁重劳动带来的生理压力，还要面对心理压力。32岁的哈利也是一名水妻，她成为水妻也已经有10年了。哈利10几岁时因为生活所迫当过妓女，从良后也找不到好人家嫁作正妻，于是她就流浪到丹嘎马尔村里，成了某个男人的水妻。这10年的打水生活已经让她变得麻木，在她看来，出去打水总好过待在家里。你没有听错，哈利竟然是愿意忍受艰辛打水工作的，原因是他宁愿出门打水，也不愿意在家里承受大老婆的压迫和丈夫的家暴。水妻说好听一点是打水的妻子，说不好听的就是一根水管或一个保姆。除了打水之外，水妻还需要服侍丈夫的大老婆，每天累死累活打水回来，大老婆一声令下也还是得继续干家务，洗衣做饭带孩子。稍有不顺大老婆的心，
动辄就会被打骂，而且根本无法指望丈夫能够帮她。论家中地位，还是以正妻为尊，丈夫只会站在正妻那边。如果丈夫工作回来心情不好，在生活上有不顺时，需要找出气筒，而地位低下的水妻就是最好的选择。家暴水妻是常有的事情，所以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哈利希望在外面打水的时间能多些。那有没有一种情况是，家中水妻多，打水压力小，而且水妻本身又受丈夫的宠爱，这样的水妻生活想必会好一些吧？有是有，但是她要面临的却是另外一种挑战。18岁的桑塔刚成为一名水妻不久，因为家中实在太过贫困，没有人愿意娶她做正妻，父母只能将她嫁给一个有点家底的中年老男人，成为她的第4个水妻。比萨拉早入门的其他水妻小老婆们十分针对年轻漂亮、身体健壮的莎拉，认为她会抢走丈夫对自己的关注，也会剥夺自己水妻的价值。对桑塔意见最大的就是大老婆，因为桑塔是丈夫最喜爱的水妻。每天晚上，丈夫先是和大老婆、孩子睡在一起，到了后半夜就悄悄爬到桑塔那边，掀开她的帘帐钻进去，然后两人就开始颠鸾倒凤，动静太大，还吵醒了大老婆。大老婆怀恨在心，到了第2天就让桑塔一个人去打水，但桑塔也不是吃素的，她给丈夫吹枕头风，丈夫就取消了她的打水工作，这让大老婆敢怒不敢言。见桑塔得势，有的水妻会去讨好他，也有的水妻和大老婆站在同一阵线，家中经常爆发矛盾。桑塔每天就要斗这斗那，斗赢了就能舒服几天偷懒，斗输了就得劳心劳力干活。才嫁过去没几年，桑塔看着就老了10岁。看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问了，既然成为水妻这么不好，为什么这些女人们都去做水妻呢？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成为水妻的普利亚、哈利、桑塔他们的社会身份都很低，一个是克死丈夫的寡妇，一个是千人骑万人睡的妓女，一个是家里一贫如洗的贫女。在印度的文化中，婚姻对于女人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婚姻和丈夫，那么她的人生将是不完整的。那些嫁不出去的贫女，走出风尘的妓女，身体有疾病无法生育的女人，离异或者丧夫的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会遭受到歧视、谩骂、排挤。只有她们嫁了人，有婚姻有家庭，这种情况才会改善。这也是水妻们愿意接受这种屈辱生活的原因，只是为了获得一个能收留他们的夫家，自己的社会身份能得到认同。深陷悲惨命运的水妻们也不敢反抗，也不敢多争取有利自己的权益。对于他们来说，头顶有片瓦，身旁有丈夫，已经是能得到的最好报酬。水妻在婚姻中并不是一种平等的社会身份，那么水妻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环境下诞生的职业。这份职业带来的职业病可不少，他们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取水任务，还要协助大老婆管理家务、照顾孩子、参与农田劳动等。这种过度的劳作容易导致身心疲惫，影响他们的健康。几乎每位水妻的脊椎、腰部和背部都会有慢性疼痛，长期的体力劳动会造成脊柱压力过大。水妻们腰椎间盘突出，脊柱侧弯也非常常见。长时间提水、扛水、跋涉的劳动还容易引发关节炎，尤其是肩部、膝盖、手腕等关节部位。这些慢性疾病常常影响水妻的行动能力和生活质量。水妻长期暴露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如寒冷的早晨或炙热的阳光下，容易感染感冒、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在风沙或污染严重的环境中长时间劳作，水妻很容易吸入的尘土和有害物质就会导致哮喘、肺炎等慢性呼吸道疾病。再加上水妻的饮食条件差，营养摄入长期不足，这导致水妻患有贫血症和免疫力低下，所以他们经常在疲倦、头晕、乏力的情况下坚持高强度的劳动。
更惨的是，水妻们打回来的水还有可能是毒水。在缺乏清洁饮用水的地区，受污染的水源会导致各种水源性疾病，如腹泻、霍乱、痢疾等。而且与多人共侍一夫的水妻们普遍存在着妇科感染，意外怀孕后很容易反复流产，在生孩子的过程中还会面临糟糕的卫生环境。更有甚者，刚生下孩子几天就得头顶铝罐出门打水了。这样一来，妇科病也不少，比如宫颈糜烂、阴道炎、子宫癌等等。在打水的途中，水妻还容易遭遇危险，当摔下悬崖、山坡、深坑，轻则骨折内伤，重则死亡。而且独自打水时还有可能被坏人盯上。每年都有不少水妻在打水途中遭到强奸，个别水妻还会被奸杀。除了身体上的疾病，水妻们常常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因为家庭暴力、正妻压迫、丈夫的冷漠和社会歧视而面临情感创伤。他们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情绪不稳定等心理健康问题。孤立无援的情境可能导致他们心理产生困扰，甚至有自杀倾向。其实要改善水妻的处境，并不需要长篇大论的方针，只做到一条就行，那就是解决当地的水资源问题。可这做起来又非常困难。水妻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村庄和水源没有连接在一起。丹噶马尔村距离大坝水库不远，直线距离只有8公里。如果能够从大坝水库向村庄铺设水管，就能解决村庄的用水问题，这样家家户户都能有自来水，也就不需要多余的人力去打水，男人们也不需要娶那么多水妻了。同时政府还需要严厉处罚一夫多妻的家庭，地方当局要密切监督一夫一妻法律的落实，对那些想要脱离水妻身份的妇女要予以帮助，让他们能够解除婚姻关系，并提供康复帮助，给他们医疗和再就业保障。而水妻们也要有觉醒的决心，敢于与不公平的压迫做斗争，可以尝试联系当地的庇护所、女性救助中心等社会机构，寻求支持和保护。同时可以学习一些技能，比如缝纫、手工，想办法工作攒钱。有经济基础，才会有更大的信心与命运决斗。这些都是理想状态下的解决措施，而事实上，现实的真相却很残酷。水妻陋习不仅揭示了印度严重的水危机，也揭示了其他问题，那就是政府的无能和政治决策的失败。在2014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承诺在2024年前为每个家庭接上自来水，反对党国大党也做了类似的承诺，但在2019年大选中，两党不约而同地忽略了此事。在大选战中，印度日益严重的水危机很少被提及，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政策在推行。比如2014年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推出了一项计划，鼓励民众参与恢复水坝、水箱、蓄水池储水能力的工程，为民众提供资金去缓解村庄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但因为腐败和资金分配不当，这项计划很快被撤回并废除了。2019年，马哈拉施特拉邦又实施了一项政策，每天派出6300余辆油罐车，为干旱的4900余个大村庄和10500个小村供水。然而这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这些油罐车只是偶尔送水，3天打鱼2天晒网，即使是送水了，也不够所有村庄人口的需求。这样一来，所有的救济和发展政策都没有真正惠及到干旱的村庄，于是水妻越来越多。而且水妻这样一夫多妻的陋习并不在法律范围内，也不进入法庭程序。在印度城市，一夫多妻触犯法律，最多可判处长达7年的监禁。但在那些偏远独立的小村庄里，当地的领导人知晓有这种情况，但没有过多干预。他们认为解决村庄干旱问题最便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允许水妻习俗的存在，而不是大力投资铺设水管。至于那些水妻的处境，他们也不想过多关心，反正累的不是他们自己。夕阳西下，32岁的哈利完成了今天最后一趟打水。
10年的水期生活，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活到通自来水的那一天。也许要等到他的女儿长大时，这个愿望才有可能实现。如果他能活那么久的话。村里又有一个新的水期来到这里，和其他水期一样，他也将在每个清晨顶着沉重的水罐，走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这个循环仿佛永远不会结束。只要这里还缺水，就还会有更多女性成为水妻，用她们的血与泪来换取这片土地的生存。虽然不少国际组织试图改变他们的命运，但在没有政府强力支持的情况下，这些努力终究如同这里干涸的水井，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然而，坚持不放弃是人类的底色之一，哪怕只能改变一个水期的命运，也许就能带来一个村庄的希望，一座城市的改变。这片土地上的水期们仍在等待着那个永远可能不会到来的救赎。而明天的黎明，这个故事还将继续上演。这些村庄是否有可能迁移到水源附近？是否能通过教育来改变年轻女孩们的命运？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长视频制作不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转发，下一个视频将更精彩。